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Unconventional Chinese， 我是朱诺老师。今天我要讲一个有味道的故事，请打开字幕。你可能听说过，在中国有蹲便厕所和坐便厕所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以前的中国公共的卫生间和洗手间都是收费的，你需要给钱才能进去上厕所，而现在都是免费的，不用花钱。这都是要感谢一个中国的小伙子葛瑞。葛瑞在郑州的火车站想要上厕所，可是门口的大爷说收费3毛。啊？葛瑞说，我不就想上个厕所吗？怎么还得花钱？虽然3毛钱不贵，但是我就是想上个厕所呀。大爷说，规定就是规定，不交钱不让上。他觉得奇怪，我已经买了车票，怎么在火车站不能上厕所呀？我买了火车票呀，火车票的规定上写着服务全包呀，上厕所难道不是坐火车的一个服务吗？你们怎么可以把上厕所变成一个商品呢？葛瑞没有生气，而是认真上网查资料，看法律。他跟朋友说，我要去告火车站。朋友们都笑道，啊，你磨嘴皮子能改变火车站？你疯了吧？你跟国家系统打官司，律师都不敢接你这个案子，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呢？有人嘲笑他，你是不是太较真了些？就3毛钱呀。可是葛瑞说，3毛钱不多，可是这件事不是3毛钱的问题，而是我要把这个不合理的规定说清楚。葛瑞自己一个人花了50块钱，交了诉讼费。法院的人说，你要把郑州铁路局告上法庭。葛瑞说，对，我不就想要一个公平吗？这50块在当年2000年左右可不是小钱。他的朋友都对葛瑞说，你真的是疯了，为3毛赔50。他只回答，怎么可以让这个不合理的规定一直存在呢？经过了2年多的上法庭上诉，他终于赢了。法院说，厕所是公共设施，不应该收钱。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以前我们交的那些3毛、3毛、3毛都是不合理的钱，我们不就一直这样交着交着，也没有问过为什么？后来呀，中国把公共厕所收费的规定给取消了，在中国开始免费的开放公共厕所和公共洗手间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
一个人较真可能会被嘲笑，可是并不能代表他是错的。你不在意的这些小钱，可能就是不公平的开始。你觉得改变不了，不代表真的改变不了。一个人的较真有没有意义呢？你有没有因为坚持原则被别人嘲笑过？你有没有觉得应该免费，但是到今天还在收费的东西？你可能听说过，在中国有蹲便厕所和坐便厕所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以前的中国，公共的卫生间和洗手间都是收费的，你需要给钱才能进去上厕所，而现在都是免费的，不用花钱。这都是要感谢一个中国的小伙子葛瑞。葛瑞在郑州的火车站想要上厕所，可是门口的大爷说收费3毛。啊？葛瑞说，我不就想上个厕所吗？怎么还得花钱？虽然3毛钱不贵，但是我就是想上个厕所呀。大爷说，规定就是规定，不交钱不让上。他觉得奇怪，我已经买了车票，怎么在火车站不能上厕所呀？我买了火车票呀，火车票的规定上写着服务全包呀，上厕所难道不是坐火车的一个服务吗？你们怎么可以把上厕所变成一个商品呢？葛瑞没有生气，而是认真上网查资料，看法律。他跟朋友说，我要去告火车站。朋友们都笑道，啊，你磨嘴皮子能改变火车站？你疯了吧？你跟国家系统打官司，律师都不敢接你这个案子，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呢？有人嘲笑他，你是不是太较真了些？就3毛钱呀。可是葛瑞说，3毛钱不多，可是这件事不是3毛钱的问题，而是我要把这个不合理的规定说清楚。葛瑞自己一个人花了50块钱，交了诉讼费。法院的人说，你要把郑州铁路局告上法庭。葛瑞说，对，我不就想要一个公平吗？这50块在当年2000年左右可不是小钱。他的朋友都对葛瑞说，你真的是疯了，为3毛赔50。他只回答，怎么可以让这个不合理的规定一直存在呢？经过了2年多的上法庭上诉，他终于赢了。法院说，厕所是公共设施，不应该收钱。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以前我们交的那些3毛都是不合理的钱。
我们不就一直这样教着，也没有问过为什么？后来呀，中国把公共厕所收费的规定给取消了，在中国开始免费的开放公共厕所和公共洗手间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较真可能会被嘲笑，可是并不能代表他是错的。你不在意的这些小钱，可能就是不公平的开始。你觉得改变不了，不代表真的改变不了。一个人的较真有没有意义呢？你有没有因为坚持原则被别人嘲笑过？你有没有觉得应该免费，但是到今天还在收费的东西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如果你有一个 Hype 键，请给我们一些积分，帮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中国厕所的有味道的故事。到我们的网站 unconventionalchinese.com 看看吧，那上面有更多免费的中文学习材料，可以让你学中文学得更轻松。我是朱诺老师，我们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